他觉得看我视频买的最值的东西，你整个人就挺值了，真的就是明星必备。它既解决了你睡前玩手机的问题，也会让你早上无痛早起。觉得该来月经了还没有来，你就喝一点藏红花。为什么我很建议大家睡觉之前在头发上一定涂上这种，真的是你越出汗你就越香，就是这是所有的女性可能都需要面对的。觉得啊你怎么能讲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科学来讨论，最主要就是保护你自己。气色都好了呢。来了，年终好物分享啊，最近买到的一些我觉得特别值得介绍的好东西们，都是让女孩子们更美、更健康、更年轻的好东西啊！我们40岁的女孩子超爱的东西。首先第一个是 For Me Science 的 Power Bra，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那个 Instagram 上看到过啊？我觉得真的也是属于被资本做局的系列，但是买了之后发现确实还是挺香的。我买了3件，最早我买的是这个黑的，然后是一个 medium 的，因为我儿子有点驼背嘛，他在看那种 physical therapist。我渐渐的也意识到，随着我的这个年龄的增长，就我发现我自己越来越驼背了，真的，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就是我觉得显老，它不仅仅是说脸上的皱纹、姿势啊、轮廓呀，特别的重要。再给我儿子找各种背夹的，插一句，真的是什么背夹对他来讲都没有用，只能看 physical therapist 的。然后就是在这种挑选的漫长过程中呢，我自己也选了很多种，有这种勒肚子的、勒后背的，还有一种东西放到你后背一驼背，它扒垫一下让你挺起来，这种都没有用。这个还是有用的，它看起来像是个普通的 bra 似的，它没有那种底下系的绳或者是后背系的绳，它后面面料的张力给这个肩背持续的轻反馈，就是让你意识到你的肩好像塌下去了。然后它也是没有钢圈，就是有支撑感的，但是一点都不勒。胳肢窝这里呢，它做宽了一点了，因为它如果这里不做宽的话，很多人反馈就说买了之后觉得胳膊这儿特别夹得慌。这一款就不会，就是你能感觉到你一穿上它，你整个人就挺直了，不是说有东西不停的往后拽着你的，而是你自己自然而然的就直了。一定程度上的有支撑，但不是像背夹那种勒着腰疼的那种支撑。它因为是有很多种颜色，你可以直接当 bra 穿在里面，一天穿几个小时啊，也是不闷不热的。你也不用再额外的带什么矫正带什么乱七八糟的了。女性的含胸驼背的比例要比男性要高的，因为我们胸部更重嘛，再加上平时长期低头工作呀，这很多因素叠加在一起呢，容易让这种不良的姿势压缩我们这种胸腔容积，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的深度。那如果你很 short 的话，呼吸比较短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些缺氧，以及呢这种长期肩背的紧张引起的头痛。所以体态是能改变我们整体的轮廓的。我健身其实我主要就是练背，因为肩颈疼痛对我来讲是最烦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依然会时不时的发现我在驼背，就尤其是在看手机或者看电脑的时候，时不时就趴下去了。它就是一种提醒工具，我尽量保证2-3天穿一次，就时不时提醒自己，让自己更挺。穿一段时间，就比如说你一天穿个8小时之后，这个东西慢慢的就是你就形成这个肌肉记忆了，一定程度上会好很多。但是真正能够改变你的体态呢，肯定是靠背部肌群，没有任何的这种东西能够彻底的改变你的挺姿，它只是能提醒你一下。他们家退货是比较烦的一件事情，之所以会有3件，是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想说啊就很新奇，什么都想买了一大堆之后呢，发现不是很合适。他退货是我不记得是只能退 credit 还是怎么样来着，反正我最后就是换货而不是退货。我的身材1.70米啊，黑色的这个我穿稍微有点小，这个粉的是 large， 我穿正好，而且我建议大家这个东西千万不要买小了，你买小了你觉得可能对你的矫正更好，其实不是，买小了只能让你以后就不想穿了。所以如果你感兴趣去这个网站买的话，我建议你先买1件，你不要说大中小号你都买了试一试，到时候退很麻烦。如果你买的是 medium 不合适的话，你可以再换成 large， 我记得换的话都是免费的。 OK， 然后讲几个头发的产品，追觅又出新东西的。我作为一个 Dyson Airwrap 从推出之日就开始用的老用户，真的就是 Airwrap 发布的时候那个发布会我就在现场，我一直用到现在。我觉得我绝对是卷头发的大能。但是我跟你们讲，就是市面上有这么多跟这个 Airwrap 类似的产品，追觅的这个 AirStyle Era 它确实是做的不错的。首先它的颜值，它这个是一个粉紫色的一个配色，然后加上一个皮质的收纳包，质感真的很不错啊，不输 Dyson。它同样的也是主打这个不伤发的空气造型器。Dyson 我没记错的话，它应该是给你6个配件，追觅的话它超大方，它直接给了8个磁吸的配件，所以它里面包括了吹干、卷发、拉直、蓬松，就是你一套全搞定，你就不需要再单独买配件了。对比 Dyson 的话，你可以立省个300-400刀，性价比不要太高，而且它无论是使用体验还是最终的这个造型效果，我觉得都是非常满意的，非常适合这个不想为品牌溢价买单的姐妹啊。那我先来说说卷发吧，因为可能很多人买它是为了卷发。Dyson 的每一代我都买过，甚至老款的现在家里还有呢。老款的那个卷发筒是比较短一点嘛，就如果它卷特别长的头发的话，你要不然就单独买那个加长的，要不然你就要分好多缕。它这个卷发筒就直接是给你一个非常长的，所以它发束靠近的头发1秒自动吸上去卷了，然后你热风大概吹个10秒左右，再推一下冷风键，就你不用夹也不用手动的去缠绕，手指也不会碰到这个发烫的部分，即使你是手残党也可以非常轻松的卷起来更多的头发。但是我必须要说这个东西还是要稍稍练一下的啊，不是说你拿来 day one 就会卷得特别的完美，那所有的卷发棒都是这样的，你可能都要适应几天啊。但是它的手法非常简单，这
是2个发筒，它是标好了内外卷的方向，就是你不用动脑子了。你看它这个往这边就往这儿卷，往那边就往那儿卷。如果你想追求那种更精致的卷发的话，你可以试试往外卷，额头2侧的头发从发根处卷起，卷出来这个弧度呢比较修饰脸型。我一般都是往外卷的，很适合我这种脸型。卷完之后你可以拉一下，看这个弹性，它的卷度和持久度都非常的在线的。整体的卷发效果可以说是完全不输 Dyson， 但是价格呢只有人家不到1半，所以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可以说是很难拒绝了。然后它这个直发风阻也很好用，它是可以顺着发片慢慢的滑下去，零拉扯，靠的是这种高速的气流去塑形的，所以它没有这种高温的夹板去直接烫头发，它对这个发质会友好很多。如果你想要 Dyson 带直发头的这个 Airwrap 的话，你要买那个700多刀那个最贵的顶配的版本，普通的 Dyson 是没有配那个的。我自己还有一个特别常用的是这个圆筒的蓬松刷，这个可以边刷边卷边定型，比如说你做个颅顶蓬松啊，就可以靠它。还有这个头发左右2侧，比如说像我中庭有一点长，想要这2侧的头发稍微蓬松一点的话，也是靠它。它这个也是带快干风嘴，就是它也可以当吹风机用。如果你出门旅行啊不想带吹风机的话，你就直接带这个吹风机的头，它是11万转马达，65米每秒的风速，然后它也是有智能温控的，就是它防止头发过热伤头发，所以用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特别的光滑。它有直发梳，一个是密实的直发梳，一个是蓬松感的直发梳，所以看你们想要哪种直发的效果就选择哪个。就是有的时候你如果想做点那个颅顶蓬松，你可以用直发梳梳上来之后再反向梳一下，它这个蓬松度就起来了嘛。基本上 Dyson 有的所有的头它这个都有，唯一一个小的遗憾，它这个卷发头啊，因为你用完之后它是热的嘛，如果直接用手拧下来的话，手还是会有点烫的，所以它官方建议呢就是说你可以先用冷风吹几秒，把它吹凉了之后你再把它拿下来。但是像我这种特别急的人呢，我就忍不了，所以我就垫着一个毛巾吧，或者你随便垫个东西把它拧下来。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觉得它完全不比 Dyson 差。这么便宜的价格，然后这么多的头能做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很值得入手啊，都给我卷起来啊。 Crown Affair 这个牌子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啊，我发现他们家东西真的是很好用，它的护发素巨好用，然后它还有一个发膜也很不错，这个是我最近特别喜欢，这应该是我的第2瓶了的 Overnight Repair Serum。 它说是 Overnight Serum， 其实你白天也是可以用的，我觉得和我之前给你们推荐的那个8小时发膜精华有一点点像，它全线基本上都是那个 Signature 那种柚子的调香，在官网 Sephora 都有售，但是官网是有8折的还是85折，我到时候会放到下面，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官网买。这个 Serum 真的就是说，不管你的头发有多么的糙多么的干，然后你头发是干的状态还是湿的状态，你涂上它之后，首先它这个柚子香非常的好闻，其次它是会让你的头发特别的顺滑，就又香又滑。这个真的是自那个8小时精华以外我最喜欢的这么一个产品了。而且他们家那干发帽也很好用，之前我给大家推荐那个干发帽在美国不卖了，我现在用的都是在国内的天猫买完之后再寄过来，所以最接近的应该就是他们家那个干发帽了。为什么我很建议大家睡觉之前在头发上一定涂上这种睡眠的精华呢？就是因为首先我们的头发是没有活细胞的纤维的，我们头发晚上是没有任何的修护代谢的。那这种夜间的精华，它真正的价值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给的这个8小时的成分作用的时间，外加上你睡觉的时候，你这个头发的这个发丝和这个枕头有这么一整夜的摩擦嘛，它有这么一层比较轻质的这个油膜在，断发呀和毛躁都会减少很多。然后你起床之后呢，你这个头发就特别的顺滑，特别的亮。不管什么样的这种睡眠的头发的精华，我很建议大家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涂一点。然后来推荐一个 texture spray， 就喷头发的，这个是 Chris Melon。我之前在那个 shorts 里面给大家演示我怎么卷头发的时候，我当时喷过，然后很多人问啊，就是发现真的很好用。它真的是我觉得我用过的这种 texture spray 里面支撑力最强的。比如说你刚才用那个 Dreamy 的东西卷好头发了，就是你的造型器再牛，它一定会塌的，因为是有重力的。如果头发比较顺滑的话，反而呢很难定型。但是你用了它之后，就有那种刚起床头发蓬松那种朦胧的松弛感。而且它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是第2天第3天头发比较油了的时候，它还可以当这种免洗打理用。但是你要记住，如果你当天用了它，你那天晚上要洗头发，因为所有的 spray 里面都是有粉末的，所以你用的时候一定要摇匀，然后你要低头，离发根大概15到20分钟的时候，你喷一圈啊。你喷完之后呢，头发这么捏一捏就可以了，不能再用梳子梳了，因为就会梳不开了啊。它真的是很好用。然后提醒一下，头发的喷雾你一定要注意用量，千万不要喷多了。喷多了之后呢，你头发一定会有哑光发色这种感觉的。OK， 下一个算是一个新品速递吧，就是这个 Paula's Choice 的那个 C15 全新升级了。它底子呢还是15%的这个纯左旋 VC 加上这个 VE， 然后还加了阿魏酸，就是这个稳定的这个三角形结构了啊。新版有这么几个升级，首先它的配方更温和了，阿魏酸的加量呢是原来的3倍，多了200%。阿魏酸
本质工作就是稳定 VC 的，所以呢，它是延缓氧化的。那加量的话，相当于这瓶就更抗造了。然后它里面还加了那个麦角硫因，其实它的 C25是有麦角硫因的 ，C15没有啊。这里面加了，我觉得还挺好的。很多看我视频的姐妹会反映那个 C25可能有一点猛，觉得还是 C15好用。那你可以试试它这个新出的这个版本。原来的智利怎么说呢？也是属于我还没怎么开始用呢，就黄了，不能用了。大家开盖了之后一定要迅速的用完啊！就维 C 就是属于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护肤结构吧，每天早上你在用防晒霜之前一定要用它啊。OK， 然后是这个伊菲丹他们家的这个超级面膜，还有这个胶原水，这一对儿就属于超级 CP， 然后它还有一些神仙的用法。我其实自己是有这个一沓子的涂抹面膜的，因为我非常喜欢这种家用 SPA 类的产品。然后伊菲丹又属于这种顶级 SPA 院线嘛，就瑰丽酒店的 SPA 也有他们家的专属护理，我超级的爱，但是就是有点偏贵。就如果不是 American Express 送我这个 credit 的话，一般我是不会去的哈。其实他们家所有的面膜我都有，这个组合在我这儿地位一直都很高啊。我记得我去年圣诞的时候就给你们推荐过他们的圣诞套装，里面应该是有几个小版的这个面膜，如果买了小伙伴的话，应该体会到它的好用了，真的就是明星必备。就是我周围的演员朋友，他们在上镜之前也很喜欢用这个的。它的膏体是一种清透的绿色吧，它涂开之后呢，特别的丝滑，有一点点凉，但是那种凉而不寒的那种感觉。它其实和 Natura Base 的那个粉色的凉感丝拉面膜有一点点像，我特别喜欢这种上脸凉凉的面膜。它里面呢是有一种叫薄荷醇，它会激活我们皮肤上的一个这个冷觉受体，就是你吃薄荷糖，你觉得凉飕飕的那个通道，不需要降温就能够直接把这个通道打开。也就是说呢，你的皮肤的温度其实一直都没有降，但是你的大脑呢觉得收到降温的信号，而且就发现这个温度受体的科学家还拿了2021年的那个诺贝尔奖。然后它这个面膜基底水用的是南法泉水，就是一种低矿低钠的，它带一点点的钙镁硅烯，就是它对屏障受损这个敏感肌来说是非常舒服的底子。总之就是顶级 SPA buff 叠满。这个使用方法很重要，首先它是无水 SPA， 你洁面之后呢，你先拍3遍这个胶原水。我要吐槽一下这个胶原水，它第一泵永远是炸开的，不管你这个盖儿盖的有多好，他们家产品就是这样，我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值得提高。你先拍3遍水，全脸拍，等你的皮肤完全浸润了之后呢，你薄薄的上这么一层面膜，盖住你的肤色就行，不用特别厚。你等个15到20分钟，你会看到面膜慢慢的吸收变透明，这个很重要，它一定要变透明再洗掉，所以不要涂得太厚。时间长一点也是可以的，我经常有的时候半个小时多也是 OK 的。然后呢，你再用这个胶原水沾上化妆棉，轻轻的把它擦干。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你等它透明了之后，你就用手一直的揉它，把它揉掉，就不停的揉，轻一点，不要太使劲。或者是你可以用那种面膜专用那种2头的吗？它一头可以瓦面膜，然后另外一头是那种有一点点小颗粒可以洗掉面膜的，你可以用那个在脸上一圈一圈的打。但是我不建议你太经常用这种，因为这种方式呢，主要是在护肤的同时可以轻微的去角质了，所以呢，你不要2、3天就这样，你可能1、2周这样一次就可以了啊。这个方法也是一个我自己用起来觉得属于第2天能够换皮的那个级别的方法。一把这个面膜洗掉，脸上那种即时的变化是肉眼可见的。如果你有泛红的话，也会压下去。你可以在上妆之前薄薄涂它，你的上妆也会更服帖。这家产品的这种抗老核心就是标志性的3重胶原肽嘛，它最小分子量可以做到280道尔顿，就特别细。你配合按摩一段时间之后，你的脸颊的那种充盈饱满的那种紧致感，就是来自于这个东西。他们家其实美国是要比国内便宜很多，国内其实卖的还是挺贵的，而且你在美国买的话，它寄到美国是 DHL， 不用交税。你看它多少钱，它就是多少钱的，免费 DHL 再加上免税，然后现在送一大堆小样。他们家这个面膜和这个水配合特别好，如果你这俩只想买一个的话，你就买面膜，但是应该是加上水才能送这乱七八糟一大堆东西，我觉得还是挺值的啊。然后来介绍一个我新发现很好用的一个印度的品牌啊，属于这个来自东方的这个神秘力量，里面的基底都是藏红花，我也很喜欢藏红花那个味道，有时候做饭的时候拌沙拉的时候会放一点。首先第一个是它这个藏红花精油，非常的温和的这种藏红花精油，因为藏红花里面有一种东西叫这个什么西红花什么苷的，它是抗氧化和提亮的来源，所以呢它非常适合如果你用高浓度的 VC 会觉得刺痛的人。我自从发现了这个藏红花油之后，基本上是我回来美国之后这1个月，我每天都在用这个藏红花油，真的很好用。我特别喜欢以油养肤嘛，油的产品我觉得我都不知道有多少，这个真的还是挺特别的，不仅仅是藏红花的香气，再加上很有calming的作用，晚上睡觉之前用了之后就会让我很放松，然后涂完之后脸上有那种微微的雪亮感，就是好像气血又足了的感觉啊。觉得该来月经了还没有来，你就喝一点藏红花，你就会发现一下子就来了。同样的配套还有一个纯的物理防晒，也是属于对敏感肌非常友好的，然后提亮的效果也特别好，里面也是有那个藏红花那个
乱七八糟一大堆的玩意儿。你先涂上这个藏红花油，他们叫精华，但是感觉是有点油了乎乎的啊。然后你再涂上这个防晒，真的就是一白天的防御都是满满的，非常非常适合你皮肤在有一点点闹脾气的时候。比如说我最近倒时差飞到国内没有那么难受，但是你从国内飞回到美国是很难受的，所以我这段时间就是基本上都在用这个，我觉得效果还是可以的啊。如果大家感兴趣这种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可以用啊。你再结合南非醉茄，南非醉茄也叫印度人参嘛，就是可以降低你的皮质醇，能让你身体状态更好的，你可以吃点那个，哎，一下子平静了。哦，对，还有一个是最近我买了一个 Hush Baby 的那个灯，因为我之前给你们介绍过那个 Restore 2嘛，其实3我还没有买，我打算要买，但是因为我的那个2个 Restore 2都非常的好用，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再买3了。我也很习惯了它这种日出模拟啊、晨间唤醒的这个功能，所以我也不是很想换。但是因为最近我儿子床头的那个灯，就是我在亚马逊随便买那个灯不好使了，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个那个 Hush Baby。如果你不想买那个 Restore， 就你不想要那么多功能的话，也是完全可以用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多看我视频的姐妹会回来给我留言说，这个是她觉得看我视频买的最值的东西，就是因为它既解决了你睡前玩手机的问题，也会让你早上无痛早起。然后儿童版吧，首先它更小一点，它造型怎么说，就可能还是偏儿童吧，没有那个 Restore 那么 minimal 那么好看，但是它该有的功能也都有了。它的逻辑也是通过光叫醒你，不是说铃声把你吓醒，以及睡前通过这种白噪音的环境，还有这种暖光的助眠，会让你更好的入睡。我觉得很适合小孩子。我儿子是每天都是闹铃叫他起床的，我在上楼之前他就已经起来穿好衣服了，所以这个东西对所有的妈妈来讲真的都是救命的。它是有会员的，你如果买了会员的话呢，它就是能够 access 到更多的白噪音啊，更多的这种铃声。但是其实我觉得没有会员正常都是可以用的，我就是固定那么几个铃声就已经足够了。而且它是这样的，第1个月会员是免费的，有1个月的时间可以选你喜欢的，即使你选的这个东西是需要付费的，然后你没有再续费了，它这个 program 也是在你的 device 里面了，就你也可以永远在用。如果你不想买那个 Restore 大的话，就是你想买便宜点的，你也可以买这个儿童版的，便宜很多，也挺好看的。倒是 Salt and Stone 出了新口味，是这个 Lily 和 Use 的。之前我推荐过那个 Salt and Stone 的那个 deodorant 嘛，类似香体膏一样，把它涂到出汗的地方，真的是你越出汗你就越香。大家都知道，你喷香水的话是属于你越出汗越酸，这个香水味就没了。香体膏它散发味散发的久，然后它会有抑菌的成分，防止你这个汗腺过度工作，然后导致一些细菌啊什么的。它新出的这个 Lily 和 Use 这个味道真的是太好了，就它的柚子是那种特别明亮的那种柑橘前调，它的百合香是白花的中调，有种白茶的那种感觉啊，我觉得闻起来就是那种高级的很夏天的香水味儿，我很喜欢。还有一个是 Body Mist， 它跟香水是不一样的，这个 Body Mist 是专门涂在你身体上的，所以它不会越来越酸，然后它也不会伤你的皮肤。比如说很多香水其实是不建议涂在你的皮肤上嘛，因为会对皮肤不好，这个就不会。OK， 然后我来说一些这个女性啊私处专用的东西。这个牌子是一个我最近发现的一个很好，叫 Medicine Mama， 因为我有朋友要生宝宝，把那种一整套那个大礼包送他，有几个是我自留的。首先一个是这个 Grooming Polish， 还有一个是这个私处的这个清洗。这种私处的清洗我还是非常建议大家买专业的，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的家里到底有多少瓶沐浴露，但是你专门洗我们女性的这个部位的可能1瓶都没有。这个 Volva Wash 是这个无香版的，它就是专门为私密部位设计的 pH 值。普通的沐浴露嘛，多多少少有点偏碱性，会破坏我们这里的酸性环境。而且呢，很多沐浴露里面多多少少都加了点香味儿嘛。那香精呢，也是护肤品里面最常见的一个致敏的原因。这个部位呢，皮肤特别的薄，更接近黏膜，对刺激的这个耐受度呢，就远远低于你身体的其他地方。所以很多时候呢，你用清水呢，甚至要比用沐浴露要强很多很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想用一些洗剂来洗嘛，它里面用的是蜂胶做基底的，就是它是无皂基的配方，非常非常的温和。然后它这个 Grooming Polish 是这样的，就如果你有刮毛习惯的话，它会非常温和的一定程度上的防止你的 ingrow， 就是那个毛发的内生，因为大家都懂的那个部位非常容易毛发内生，然后就会鼓起个小包很难受。如果你用水杨酸这种东西的话，又觉得很沙的慌，这个就是非常的温和。然后呢，它也会 soften skin， 就它会让你那部分的皮肤呢没有那么bumpy，没有那么硬，让它更柔软更丝滑。因为毕竟我们这里它是有一个自己专属的一个微生态和这个酸性环境的，它正常 pH 值应该是3.8到4.5，还是比较偏酸的。那碱性的环境就会打破这种菌群平衡。那如果菌群失衡了的话，你就会有反复的不适，你就会觉得有异味，或者是呢有感染，或者你觉得痒，都是因为菌群失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年轻女孩其实还好，随着你年龄增长的话，因为我们就是会激素水平下降的，这里面的组织就会变得更加的薄，更加的
干，我觉得用这类的专属的产品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哦。说到这儿，我还要加一个，就是这个润滑油。这个润滑油也是我最近发现一个很好用的润滑油，它是这种最近比较流行的吧，就是 water based 的嘛，水基的这种润滑剂。因为水基的东西呢，它会对这种避孕套这一类的硅胶的材质更安全，然后呢，它清洗也比较方便，而且它相对于硅基 base 这些产品，它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它是没有甘油的，然后没有香精，然后也没有那种什么 parabens 的这种东西，因为这种高浓度的甘油它都会干扰到我们的这个菌群，然后这个质地也特别好，它不是那种黏了巴糊的。其实我也想想要不在视频里面讲吧，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觉得好像不太好意思说，但是我觉得会攻击别人讲这个的人，他才应该不好意思，就是这是所有的女性可能都需要面对的，并且我觉得有人会站出来讲会比较好。就像我之前有专门的视频，我会讲妇科疾病什么时候应该看妇科，应该查哪些东西一样。然后那个视频很多人说就是收获很大嘛，包括很多人因为那个视频做了体检，所以我觉得就有一些跟女性的健康啊，或者是女性生活、私密生活相关的一些好物，我觉得我也想分享。大家不要听了觉得啊你怎么能讲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科学来讨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吧，下面就是会变得越来越干涩，它的干涩主要是雌激素水平决定的，就是我们雌激素水平会影响我们这个黏膜的润滑和厚度，它和心理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由于干涩而造成的这种微小的摩擦的损伤，这个损伤会大大的增加感染的风险，它就是我们身体护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建议大家和你的 partner， 如果你自己会觉得可能稍微有一点干涩的话，一定要加入润滑剂这种东西，因为它真的会让你的整体的体验会好很多，并且会保护你的身体，最主要就是保护你自己。然后记得要买 water based 的，很多品牌都有，就它的形状看起来没有那么讨厌。有一些润滑油它做的那个型真的是很下头，这个至少很可爱不下头，女生都是颜值的。OK， 最后来说那个 AG1 新出了 Gummies， 真的我很开心。很多人吃不下 AG1， 主要就是因为那个粉太难吃了，它那个 tropical 那个味道还好，但是真的吃多了也会有一种想吐的感觉。毕竟再好的配方你不想吃它就等于0。但是我不得不说它这个软糖它也不是很好吃，只不过呢你嚼吧能忍，它肯定不如 Let Me 嘛那个维生素软糖。 Let Me 非常好坚持，我也吃了几盒，因为它里面是有糖的，所以我后来也不怎么吃了。但是它新出那个甜甜圈的那个版本，对皮肤好的那个版本，我最近也有在吃，主要是饭后吧，反正饭吃都吃了，加点糖，先嚼一个就可以了，那个也是不错的。那关于这个女性健康的一些补剂，我到时候可以再做一个新的视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或者是跟那个其他的那个女性的私处的健康相关的，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也可以再专门做一期。毕竟我这种生了2个孩子，然后做过2次妇科手术的人，在这件事情上我研究的还是非常透的，特别有发言权。哦，对，我最近还入了一个特别喜欢的蕉下的这个腮红眼镜，真的戴上去就觉得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气色都好了呢。不化妆的话，戴这个眼镜应该也挺好看的。我接下来应该会做一期蕉下的专辑，因为我在蕉下发现了好多很好的东西哦。那我们就下期见喽，拜拜。